大家好，欢迎回到宋说新语。今天啊，我看到一个我觉得是一言假的消息，说人类抽水啊，竟然直接改变了地球自转的轴向。我刚看到的时候，我觉得是匪夷所思，但是看了论文之后啊，我有点无语了啊。他分析的我竟然无言以对啊，你绝对想象不到啊，这一切啊，竟然都和我们平时这个抽水行为有关。相信大家都知道啊，近几十年来，随着工农业的高速发展啊，人类疯狂地抽取了大量的地下水。一个最近发表在《地球物理研究快报》上的这个研究啊，它惊人地揭示了这种大规模的抽水，竟然直接改变了地球自转的轴向。是你没听错啊，就是简单的抽水行为，不仅导致了海平面上升，还是直接影响了地球的自转轴。那我们稍微科普一下啊，我们知道地球的自转轴啊是一条穿过地壳的这个想象线啊，这个轴向啊通常会因为各种原因呢是略有移动，是吧？啊，从海洋洋流啊到地幔的岩浆流动啊，任何改变这个地球质量分布的因素呢，都可能影响到轴向偏移。而这个最新研究发现啊，人为抽取地下水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数据显示啊，20世纪地球轴向每年移动大概4英寸。那这种漂移不仅仅是气候变暖的结果，研究估计啊，单1993年到2010年间，人类抽取的地下水与海平面上升直接导致的轴向偏移啊，就达到了2.6英尺，是不是有点不可思议啊？那更令人震惊的是呢，研究发现地下水抽取啊是继格陵兰的冰川融化之后啊，导致轴向漂移的第二大因素，它每年导致轴向东移大概1.7英寸，影响还是巨大的。所以可见啊，人类这个疯狂的抽取地下水的数量之大，已经足以撼动地球的运行了。那么这个水啊流向大海，对地球呢就造成多方面的影响。接下来我们就深入聊一下这个话题。这个地下水啊，不仅是为我们人畜啊提供生存所需，在降雨稀缺的时候呢，还可以帮助灌溉，对吧？可见是对人类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新的研究就说明啊，长期抽取地下水已经导致了地球的轴向明显向东倾斜，这么厉害，每年1英寸。所以这种轴向改变啊，甚至从地表观察到，因为它直接导致了全球海平面的上升。所以这个研究成果啊，已经在6月15号发表在《地球物理研究快报》杂志上 Nature 上也发了。那其实地球的自转轴啊，本应该是相对稳定的啊，但是当地球内外大规模物质移动的时候呢，还是会产生轻微的偏移。任何移动的物质实际上都可能改变自转轴的方向啊，你比如说大气压力变化等等啊。但是由于人类疯狂的抽水啊，这种轴向变化已经不是简单上的这种周期性晃动了，而是导致地理北极持续东移，每年高达4.36厘米。这不仅影响海平面，还对地球的运行轴线就产生了长期影响。所以这个数据显示啊，单1993年到2010年这短短10几年，人类抽取的地下水就导致了地球运行轴向的明显倾斜，抽取的净量超过了惊人的2万亿吨，导致北极以每年4.36的厘米的速度向东移动。所以这个研究啊，这个是确实是很吓人的。我们说呀，虽然地球的这个轴向这个转动啊，通常是比较稳定的，是吧？但是物质分布变化还是会导致细微的波动。那为了观察这个轴向变化呀，天文学家呢会通过射电望远镜去观察遥远的这个类星体作为基准。研究人员啊使用射电望远镜呢观察几个相对固定的远方射电源类星体，持续观察它们在天空中的位置变化。因为类星体啊相对地球可以视为是固定不动的，它们的位置变化就反映了地球坐标系统本身的变化。这就反映出地球轴向的变动。以前呢，研究人员通常认为啊，这种轴向漂移主要是受什么呢？冰川融化的影响。但是这个新研究啊，首次量化揭示了人类抽取地下水的这个巨大影响，让地球的轴向发生了算显著的偏移。地球会不会因此出现大的灾害呢？这个我觉得暂时还不会。
但是北极的地理坐标啊就发生了东移了啊，显示呢，研究显示啊，这18年间啊，北极向东移动了大概78厘米，也就是北极点在北半球的位置发生了改变，相当于在地球上东移了一段距离。那北极的自转轴相对于地球的惯性坐标系也发生倾斜，所以北极轴线啊，相对地球赤道发生了小角度的改变。那些北极地区的就地理坐标肯定需要重新定义了。虽然这种变化目前看起来还是比较轻微的啊，不会对北极环境啊和生态造成显著影响，但是它确实意味着北极就发生了可检测的这种变化。如果人类的活动继续以当前的方式，这个影响地轴，那未来北极的变化会更明显。所以啊，开始我说是一言假，是因为我心里觉得吧，人类无论如何破坏地球都不会影响地球的自转，因为人类的力量嘛太微不足道了。那我一直是笃信这一点的啊，所以我一听说这个说法，我立刻觉得就是一言假。但是看了这个论文啊，我有点拿不准了。那从绝对量上来说，人类活动啊，它对地球系统的影响确实是比较小的。那地球上的人类活动啊引起的这个质量改变只占地球总质量的极小部分，远远不足以对地球自转产生明显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呢，人类力量对地球系统而言了，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啊，在局部尺度上啊，人类活动已经开始它的影响已经开始显现了。那现在这个研究就表明，人类这种大规模的抽水等活动啊，在一定的时空尺度上已经可检测到的对地轴发生影响。所以呢，这说明啊，在区域或者短期内，人类的人为行为啊，可能会累积达到可以测量的这么一个量级那随着人类技术的进步啊，这种活动的强度会增加，是吧？那影响可能还进一步放大。如果不采取遏制的办法啊，人类未来的破坏力啊，可能会呈指数级上升。比如说全球核大战，会不会影响地球的一些参数啊？所以地球系统啊，它是复杂互联的，任何局部的变化都可能通过这种链式反应啊，放大到全球的影响。所以啊，我们有必要对各类的人为活动啊进行评估，提前预防和减轻这种不可逆的影响。那关于抽水影响地球的自转轴，你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如果你喜欢我们这个频道的话呢，欢迎您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一起发现更多的科学奥秘。谢谢您的收看，咱们下次再见，拜拜。